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学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你们最近都好吗？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？那今天这期影片呢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ETF。今天这期影片我要跟大家探讨闲置资金应该要怎么运用。那什么叫做闲置资金？那这笔资金呢，可能是你正在等待进场的一笔资金，或者是呢短期内用不到但又不敢乱花的钱，或是你单纯觉得这笔钱不应该去承担股市风险。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开始投资，但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点，而手上刚好又有一笔闲置资金，那这期影片一定可以帮助到你。接下来我会分享3种我认为非常稳定的被动收入的方式，我自己呢正在使用，而2026年以及以后我都会持续的使用下去。那第一种就是 Kevin 我自己心目中觉得最有纪律而且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，那就是直接买6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。那这时候你一定会想要抬杠，为什么是美国公债？因为我认为它非常的安全，它几乎不会倒债。那为什么我会强调到期期限要在6个月以内到期呢？那第一个就是6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，它时间不会太长，所以呢它足够灵活。就算我们在持有这个债券的期间，这个股市呢发生了大崩盘，我们也可以在股市完全反弹之前呢到期，然后呢赎回来。此刻呢我们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判断是否要进行加仓。因为有些人呢看到股市一下跌马上就想要进场，结果呢股市又持续的下跌，到最后呢导致他的资金不足。那如果我们买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，就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冷静的去思考，股市还会不会再持续下跌，我到底要不要马上加仓。那这6个月的时间呢，其实我会把它说为是一种冷静期，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去持有这种6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。那第二个就是呢，它符合我自己投资组合再平衡的频率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就是每隔半年就会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。那上次再平衡的时间呢，就是在上一部影片，就是在12月7号的时候。那我买美国公债，我就可以买那一种到期期限是在我投资组合再平衡的前1-2天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时候呢，我刚好就有这笔钱可以去进行运用。那第3个原因就是呢，它是一个强迫储蓄的用法。因为如果我们在到期期限之前呢，就想要把债券给卖出去，然后想拿这笔资金来做其他的用途的话，那其实呢我们会损失一笔手续费。那如果呢我们将这些债券呢持有到期，然后让它自动的赎回，拿回本金跟利息的话，那就不会产生任何的交易成本。所以呢这就会起到一种强迫储蓄的感觉。那最后一个就是 bonus 在现阶段2025年年底，那美国央行呢已经有开始持续的降息，现在呢美债6个月内到期的美债，它的殖利率呢是 3.6% 左右，而更长期的像是1年的美债的话呢，它的到期收益率则是 3.47%。所以呢6个月到期的美债呢，其实它 CP 值是还蛮不错的。那我自己是如何直接购买美债呢？那我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直接购买美债。当我们的资金越大的时候呢， IB 盈透证券呢它买美债的固定的手续费呢相对来讲就会变得非常的小。那我直接给大家看那种实际的画面。那我在 IB 盈透证券上面直接买一档美债，那我买的面值呢是1万美元的面值，它的到期期限呢是在2026年的6月11号，然后呢它的现在的价格就是9844块美元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手续费是多少，是5块到 7.5 块美元。那我自己实际测试过，其实就是5块美元，也就是说呢它的比例它的手续费的比例大概就是 0.5%。那这个 0.5%， 如果大家自己去使用台湾的副委托，你直接去购买美债，你的交易手续费绝对不止 0.5%，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算看看。那要如何试算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拿同一档债券，一个是在台湾的副委托进行购买，另外一个是在 IB 盈透证券上面进行购买，你去看他们之间的价差，你会发现到台湾副委托它给你的报价会比较差，而盈透证券呢会比较便宜。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换算价差，然后算出你的交易手续费咯。像我自己会买25万美元面值的美债，那它的交易佣金是多少？一样也是5块美元。那这时候呢你算起来它的交易佣金的比例就只剩下 0.002% 哦。那我们在官网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到 IB 盈透证券呢它的一个交易佣金如果你是买美国公债的话呢，它的佣金就是 0.002% 的面值哦。那直接买美债呢前面都是它的优点，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就是呢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，好像是如果你在 IB 盈透证券买，你最少要1000美元所以说呢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。那第二就是呢它不适合频繁的进出刚刚讲它的优点嘛，就是强迫储蓄，那相反的它的缺点就是呢它不能进行频繁的进出。
因为如果你频繁的进出的话呢，那你交易成本当然就会起来咯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直接去购买美债，主要的想法还是我们想要持有到期，拿回本金，然后呢赚取利息哦。而且呢，我们直接买美债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在买入的当下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来，我们这笔筹资持有到期的时候呢，我们到底可以赚多少钱？那要怎么计算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把你的美债呢丢给 ChatGPT 或者是一些 AI 的工具，请它帮你计算你到底可以赚多少钱，好，它就会帮你算出来了。好，那第二种闲置资金的使用方法，我会把它去购买短期的美国公债 ETF。那这一类的 ETF， 不管是在台湾的市场或者是美国的市场，都有非常的多。那我自己是购买美国市场的短期公债 ETF。因为我自己的资金呢，主要都是放在美国的券商。那如果你是放在台湾的券商，那你可以买台湾券商的短期公债 ETF。那这种闲置资金的运用方式的优点也非常的明显，那就是呢，它的入门门槛非常的低，而且呢，操作非常的简单。像是我们台湾的00719或者是00694B 这两档美国公债 ETF，它是1到3年到期的，它们的一股的价格不到50块台币。那我自己在美股的话呢，我是买 BIL 或者是 SGOV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4档 ETF 它们的比较。那这4档 ETF 呢，我都将它们的股票代号跟基金名称都放在上面这一边。那分别是元大美债1到3年跟富邦美债1到3年。那后面2档呢，都是1到3个月内到期的美国公债 ETF。所以在期限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前面这2档呢，它的期限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。那美国的这2档的话呢，它期限相对来讲是比较短的。所以呢，以波动性来讲的话呢，后面这2档它的波动性就会相对来讲会小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那大家不要看到 SGOV 跟 BIL 他们2个的一个绩效图在历史当中好像都没有什么报酬。其实呢，它是已经配息给大家了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几档 ETF 他们的挂牌日期最久远的就是 BIL， 它在2007年就挂牌上市了。那其他这几档 ETF 呢，基本都是在最近5年挂牌的。那股价方面的话呢， 00719B 跟 00694B 这2档 ETF 呢，他们是在50块台币以内就可以买到了。那 BIL 跟 SGOV 大概是100块美元才可以买到一股。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美股券商呢现在都可以买零税股，所以你可以买 0.1 股或是 0.01 股都可以哦。那 ETF 的资产规模方面，台湾的这2档 ETF 分别是160亿台币跟72亿台币。那美国的这2档 ETF 好像是 BIL， 它的资产规模就非常的大，是来到了1兆3671亿台币。那如果是 SGOV 的话呢，只是来到了2兆多都比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大上非常非常的多。那配息频率方面，台湾的这2档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，那美国的这2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。所以你刚刚从那张图当中，你可以发现到，不管是 BIL 或是 SGOV， 他们的一个绩效图都有那种锯齿状。那锯齿状就是他们每次配息，然后就开始填息，配息填息配息填息配息填息的一个过程所以呢，就算他们的一个绩效图看起来好像5年下来是零涨幅，但是呢，他们的一个平均年化报酬率在过去3年是来到了 4.7% 到 4.9%， 跟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几乎是相同的那内扣费用方面的话呢，最便宜的是 SGOV， 它内扣费用只有 0.09%。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其实也蛮不错的是只有 0.17%好，那上面就跟大家分享4种的短期美国公债 ETF。那闲置资金去放在这些 ETF 当中，当然也是有缺点的。那第一个缺点就是债券 ETF 跟直接购买债券这2种投资方式，你获得的一个利息是不相同。像是你直接去购买债券的话，那你的利息就是固定的，你在买入的当下，你就可以算出你未来的报酬是多少。但是如果你是买债券 ETF 的话呢，你的利息就不固定了，因为债券 ETF 它的成分债会一直变动，所以呢，它配给你的利息也会跟着一起波动。而且呢，债券 ETF 你持有到期，它没有到期期限，所以呢，它不会退给你本金。但如果你直接去购买债券的话呢，你非常的明确，你只要持有到期，然后呢，这个债券的发行商它没有倒闭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拿回你的本金。所以呢，这2种投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呢，市场利率会变嘛，就像是美国的央行它会一直降息。那如果呢你在年初的时候呢，假设美国利率是 4%， 结果你到年底的时候呢，美国利率只剩下 1%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的债券 ETF 它的价格一定会有很大的波动，你的绩效肯定会受到影响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在年初的时候呢，美国央行它的基准利率是 4%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就直接买了一档
5%殖利率，然后1年到期的债券。那就算1年后呢，美国央行利率跌到1%，那你的报酬呢也不会改变，因为你购买美国公债，只要你持有到期，那你的债券的一个利息跟本金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了，就不会有变动咯。所以如果你直接去购买债券 ETF 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清楚的认知，你跟买债券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哦。好，那第3种闲置资金的运用方法就非常简单，那就是直接放在券商里面拿活存的利息。那大家可以去挑选那一种有高利活存的那种券商，你将钱放在里面，它就会给你满满的利息。好像是我自己使用的 IB 盈透证券，它现在美元现金的一个利息呢，就高达了 3.14%。但这边呢，一定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，虽然 IB 盈透证券呢，它给大家有 3.14% 的利息，而且呢是不限金额的上限，但它呢不是无条件的给我们 3.14%， 它是一个混合利率，它会以账户净资产10万美元进行一个比例的调整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账户现在只有5万美元的话，那你现金存款的利率只有 1.57%。那再来就是账户现金当中的前1万美金，它是不会给我们利息。那使用这种方法来放置我们闲置资金，它优点也是非常的明显，那就是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我们就可以拿到被动收入。那缺点就是呢，它的获益门槛是非常的高的，你最少要有1万美元的现金在账户当中，那超过1万美元现金的部分才可以开始拿利息。那这个方法的第2个缺点就是它的利率还会随着市场会进行波动。像是 IB 盈透证券呢，它的一个活存利息呢，它是看美国央行它的基准利率多少，然后呢减 0.5%。所以呢，如果美国央行的利率呢一直在下降的话呢，那你拿到的活存利息它也会越来越少。那我觉得这也是蛮正常的，因为像我们台湾的银行也会给大家你去放活存的时候呢拿一些利息。然后呢，它的利息当然不可能超过我们台湾央行给我们的利息，因为毕竟银行它不是慈善单位，它会拿我们的资金呢去做一些安稳的一个放置，好像是它会去买国债，然后它赚取这些利息，所以它给我们的利息当然不可能超过它的投资咯。那总结一句，像是 IB 盈透证券，它给我们的这种高利活存，对那种大户机构投资人会比较有感。那对那种一般小资主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的话，我们资金没那么多，那其实就没有那种感觉。那尽管如此，我自己使用的这个券商IB 盈透证券，它的闲置资金的利率绝对是大家可以碰到的美股券商当中数1数2的存在。好像是大家一定有听过嘉信证券啊，或者是第一证券啊 First Trade 啊，他们的一个闲置资金的利率是不到 1%， 甚至是 0%。 而且万年如此就算过去美国的基准利率有来到 5% 多，这2家券商给我们的闲置资金的利率也是不到 1%。 那在 IB 盈透证券里面，如果你持有其他不同类型的币种的现金的话呢，你拿到的利率也是不一样的。像是如果你去持有阿联酋的迪拉姆，你前面的35000块呢是零利率，那超过35000块的话呢，就有 2.812 的一个利息。那澳元啊、加元啊，或是瑞士法郎啊、日币啊，或是人民币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利率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击下方连结，那我将它的一些资讯呢放在那边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。好，那这3种闲置资金的使用方法，你应该要怎么选择呢？那我自己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的资金呢是在1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，而且呢你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报酬，而且要低风险的话，那就可以去选择短期的美国公债直接进行购买。那如果你的资金呢是1万美元以下，而且呢你要非常高的弹性，你可能随时都要用到这笔钱，那你可以去使用那种短期的美国公债 ETF。那尽量呢是选择那种越短期的越好，因为越短期的话呢，它的波动性就会越小。那最后一个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的资金是10万美元以上，你是非常大量的一个金额去进行投资的话，只是你现在也是觉得市场上呢好像没有投资机会，所以你这笔资金不知道放哪里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去选择那种有提供高利活存的券商来进行使用。那以上这3种方式都是我会使用的闲置资金的一个搭配方式。那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获得高报酬，因为闲置资金它的一个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要进行高报酬的投资，它主要是让我们更安心的一个进行投资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笔钱放在身上，就算股市再怎么波动，这笔钱都不会变动。或者是有些投资人呢，他会想要一笔钱进行加仓，那这笔钱的话呢，你可以放在我上面这3种方式，它也可以为你赚到一些利息。那真正有策略的投资人，他不是每一块钱都在拼他的报酬，而是知道哪一笔钱应该先不要动。好，那如果你对 IB 盈透证券这个券商有兴趣的话，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IB 盈透证券中文交流区。那现在交流区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9000人。那我们这社团呢在2025年也是成长非常的快速，在年初的时候
候只有4000多人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已经来到了9000多人。那有非常多 IB 银投资券的用户都会在我们社团当中进行发问或者是讨论。那如果你想要使用美股券商，也可以先加入我们这个社团来观察看看，好，这个券商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。那想要直接进行 IB 银投资券的开户的话呢，也可以看我上面这部影片。那我有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进行 IB 银投资券的开户以及入金哦。好，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， 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以内自己讲什么？6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，那就是直接买6个月内到期的，6个月内到期的，好像怪怪的。6个月以内到期的